有的方盒子车型，很多想买方盒子的宝子们呢，应该都在这2台车之间犹豫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一期详细的对比拆解，看看他们2个谁才是值得买的方盒子。这是哈弗猛龙燃油版标配 2.0T 发动机，4驱系统和机械锁，限时优惠换新价13.69万元起。因为哈弗猛龙燃油版入门就是高配，所以呢，我们选择了捷途旅行者的高配版作为对比。2.0T 发动机加前置4驱换新价14.49万元起。这么看，哈弗猛龙燃油版是要更值一些。当然，这2款车自称为方盒子的车，到底有哪些差别，咱们还得试一试。方盒子的尊严由机械素质决定，不管是越野还是泛越野，也是方盒子给我们的第一感觉。那么第一项呢，就是来测试它的越野性能。我身后这个地方叫重庆大路越野公园，专业玩越野的地方，丛林茂密，坡度陡峭，各种越野路段都是挑战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将2台车都走一遍，看看它俩的性能谁更强大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又带来了马良同学，干就完了。咱们先来最简单的碎石路，主要考验的呢是这辆车的悬挂性能，而且咱们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呢，非铺装路面接触最多的也莫过于它了。那我们这会儿呢，只需要把驾驶模式调到草地碎石模式就 OK 了。那像这种不同的驾驶模式，哈弗猛龙呢一共是有9种，真的让越野这件事情都变简单了。像孟老师那台卫士呢，也不过于9种全地形模式，卫士1/4的价格就能体会到90%的越野性能，是不是还挺值的？捷途旅行者这台车子呢，它就配有了7种的驾驶模式啊。尽管它现在呢是没有了一个碎石的模式，但是应付这种场地呢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调成了一个沙地模式，看一下它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。那我这台哈弗猛龙燃油版呢，车本身它的底盘就高，接近角呢是25度，离去角呢是32度，最小离地间隙呢是223毫米。基本上国内95%的自驾游路线，你都能用它的高底盘加上这9种模式给走下去。而且呢，我会发现这台车的底盘软硬比较适中，立正性挺不错的，过这种颠簸路面的时候，井盖过完啦。车内的过滤真的很好，车身姿态始终保持优雅从容，没有什么多余的晃动和弹跳。我开的这一台捷途的旅行者呢，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底盘呢调教的会相对软那么一些，稍微有点往下陷的那种感觉。它的一个接近角是28度，而离去角呢是28度，离地间隙对比起来，这一台车子是220毫米的，而它们之间是有3毫米的一个差距。毕竟呀，接近角是面子，离去角是里子，这些参数需要均衡一点，才能冲得猛，撤得稳。前面上强度了啊！哈弗猛龙燃油版最打动我的是啥呢？是它对驾控体验的一个坚持和对安全的敬畏。首先，13多万的一个车能做到全系标配 2.0T 的发动机加上4驱系统，甚至呢还有后锁。越野现在呢越来越接近大众生活，尤其是这种方盒子，开着它呢就特别想去野一下。但是很多人的技术呢其实并不能做到这个份儿上，而猛龙的燃油版呢不出盖板，也是给大家的家人更多的保障。你可以去问一问越野老炮们配置的重要性。其实它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换挡杆，我觉得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，缩短了换挡的一个路线，视野呢也会更加专注了。哈弗猛龙燃油版搭载了全新电控液压多片湿式离合器主动控制4驱系统。通俗的解释呢，就是当我们进行这种炮弹坑的时候，因为重心一直在改变嘛，前后轮对于路面的抓地力是一直在变的。那有了这套系统之后，它就可以实时的监测车轮的附着力，并且通过它的电子控制实现前后轴扭矩的智能分配。走这段路呢，简直就是非常的简单。捷途旅行者呢，采用的是博格华纳的 SWD 的一个全自动的智能4驱系统。其实，在本质上可以理解，中央差速锁是一个多片离合器的一个形式啊，在后轴上面呢，它多了一个电子的限滑差速锁。在我的理解上面呢，它其实不会像一个机械的物理差速锁，但是在应对今天这一种比较轻度的一个越野条件啊，或者越野测试来说呢，这一套的4驱系统啊，其实也是应付的比较的轻松的。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的，就是它的这一套 SWD 的全自动的智能4驱系统啊，只有在高配上面才有，入门版车型呢是达不到这一个效果。
接下来呢，连续的交叉轴，其实这种路况呢，会让车辆的前轮和后轮轮流的悬空，真的很有可能会失去抓地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直接挂上后锁。我这台哈弗猛龙燃油版是标配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差速锁，它能够把后桥的两侧车轮刚性锁止，实现后桥两侧的轮间扭矩100%的输出。你看，过得很轻松了。捷途旅行者这台车子啊，它的一个智能的限滑差速锁还是稍微呢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打滑。因为它这台车子的逻辑就是你要先打滑了，我再锁止。那当然了，它依然是能够给你通过很多的非铺装路面，但是可能体验感呢，或者是让你整个操作起来的那种感觉呢，会有点没那么的爽。33猛龙里就开爽了，要不我们换一下车，感受一下两台车之间的差异性到底是怎么样。好，现在冲个坡试一试啊，四驱加差速锁。走这路这样子才对位啊！而且哈弗猛龙这台车子全系搭载的都是一个 2.0T 的发动机，再配合它的一个9DCT 的湿式双离合的变速器，走这些路啊，轻轻松松。而且这台车子有几个优势啊，这一套的9DCT，首先在城区里面开起来，又或者像现在越野一样，都是那么的丝滑。而它的第二个优势呢，就是它的一个湿式的油冷，再加上高性能的风扇。就不用担心我们长时间越野的时候它的一个散热不行，导致了它变速箱出问题了。而第三个优势呢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走这种那么极限的路况，或者在攀爬的过程中，如果你限车的话呢，它的动力输出很直接，也能够让你轻松应对。我知道他为什么想换车了，这两台车真的性格完全不同。捷途旅行者呢 2.0T 的发动机配备的是 7DCT 的双离合变速箱，在开始那种非铺装路面上面走的时候呢，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但是它的调教呢是偏舒适的，像路稍微陡一点，爬个坡，一旦车辆换挡，捷途旅行者马上呢就需要降档来弥补它升档的一个扭矩缺失，动力响应呢是有延迟的。而且捷途旅行者是没有任何散热强化的，像今天这种长时间的越野可能会出现过热，所以呢我还是得悠着点。整个越野表现其实已经很直观了，之前看账面参数的两台车的差距不是那么明显，但实际体验下来，捷途旅行者在这种非铺装路面上以及轻度越野上，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。但是整个项目体验下来，它在底盘悬架包括四驱系统方面，确实对越野场景会有些限制。而这台哈弗猛龙燃油版虽然它的一个定位是泛越野，但是呢，其实已经达到了强越野的水平了，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，不愧是挑战过环塔的龙六野。那这个呢，可能就是造车思路的不同了，就是要一脚油门踩下去，才能区分两台车它们的 DNA 到底有什么区别。那这两台车同框放在一起进行选择，除了看越野，还得看实用性。哈弗猛龙燃油版的内饰呢，就很符合越野的气质，地形的一个方向盘不仅好看，还能一定程度上解放腿部的空间，驾驶起来呢也会更舒服一些。另外呢，就是它这个怀档的设计，加上重要功能都是实体按键，所以咱在越野的时候操作起来会比较合理方便，特别是在那种极端越野场景下，不容易误碰，大大提高了安全性。再看捷途旅行者的内饰，科技感呢就比较强，15.6英寸的中控屏，但是呢它的实体按键就比较少了，部分的控制路径较长，确实更加适合城市里用车，但是这一点在越野操作的便利性方面来说，确实没那么方便。其实买这种方盒子的车，想要的就是一种生活态度。捷途旅行者呢，其实就是一台越野属性不那么太强的方盒子造型 SUV， 整体调教更加偏日常用车。而哈弗猛龙燃油版呢，已经逼近了强越野的水平，给了你更加纯粹的体验。那既然都选了方盒子了，为什么不野一把？好了，那这两台车你们知道该怎么选了吗？给你们个小窍门，谁抗造就选谁，肯定没错的。